脾胃好，人不老。胡大夫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中医认为的脾啊，跟西医所讲的脾呢，在概念上面是不完全一样的。西医认为的脾就是那个脾脏那个器官，脾脏呢里头有内皮系统啊，它能够帮助这个免疫方面啊，例如说我们容易生病是脾不好了，假如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够好的话呢，那个生的病就比较不容易发生，这是西医认为的脾的作用。那西医认为脾是免疫的，那么中医也是一样，认为它是有免疫的功能。那中医古时候它没有以免疫这个词儿，它就是说能够抗这个病啊。那么抗病的功能就是现在所谓的免疫功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脾脏里头呢有所谓的网状上皮了，还有淋巴系统啊等等呢，它就是可以帮助你杀死那些侵入身体的病菌、病毒这些东西。我们把脾不要看成脾脏这么小一个范围，所以中医的脾可能要包括了胰脏啊，也包括了肝啊、胆啊，以及12指肠啊等等这些的所有的综合作用。好了，脾要把这些消化好了的氨基酸啦、麦芽糖啦、葡萄糖啦，或者是脂肪酸等等，那么它就送到了肠子里头去，然后呢就送到全身。那么这个就是脾的作用，也就是说把食物的营养成分或者是精微的物质啊，就运送到全身各处去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中医讲的脾的这个作用，相当于西方医学所说的大部分的消化系统都是脾的作用。玻璃塞保健脾胃穴道，让你长保皮肤细嫩有光泽。第一个足三里，它是在腿的膝盖那里有2个洞，那2个洞呢，我们称之为犊鼻，外犊鼻往下3寸，也就是手的4个指头的这个长度啊。这个位置呢，有个穴叫足三里穴。你自己按一按，能够温补脾胃。假如你回到家里正在休息的时候，你的太太给你这样按一按，或者你太太回家了，你正好这个时候你空闲帮你太太按一按，其实这都让你们俩夫妇的脾胃变好，而且都变得更漂亮，并且还增进夫妻感情了。内关穴它是心包经的穴道，而且呢，它是奇经八脉的穴道。奇经八脉的穴道，一个内关穴，还有一个奇经八脉的穴道在脚上面，另外一个穴叫做公孙穴。这2个穴道啊，它们跟我们的身体啊，包括了心脏，包括了胃、脾胃都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内关穴在哪里呢？在手腕往上3个指头，在2个筋的中间，这个穴就叫做内关穴。在内关穴常常压按，可以保你的心脏好。只要在心这个附近有任何的不舒服，贲门痛、贲门胀，或者是消化不良，那它都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地方改善，保你的脾胃好。公孙穴是在脚上面大拇指后头有一个骨头，那个骨头我们称之为大拇指肌骨啊，或大指肌骨。肌骨往后1寸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孙穴，它呢是脾经的主要的一个穴道。这个穴呢能够补脾胃，保护脾胃。跟大家介绍一个扁豆薏仁粥。扁豆薏仁都是利湿的，跟脾有关系。为什么？脾是主湿，所以呢，扁豆薏仁粥就是拿来利湿的，蛮不错的一个处方。扁豆又称之为白扁豆啊，在清暑的处方里头常常会用到扁豆。那薏仁也是一样，清暑的处方里头也常常会用到。那扁豆呢，这是一种食材，也是药材。它呢，我们在把它给炒了以后，它有健脾的作用。假如生用的话，可以消暑啊。那依照五味的理论来看呢，扁豆、薏仁跟公米啊，这个米，那么这些呢都是干的，都是入脾胃的，然后它们都是白的，所以也跟肺有关系，所以呢可以治肺的毛病，例如咳嗽之类的啊。加一点点盐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入肾了，能够消湿气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在吃起来的时候啊，
那个扁豆呢，它是有点。就煮过以后有点韧韧的那个感觉啊，你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台湾话叫 QQ 的那个感觉，那就是这个东西。那么这个粥它吃了以后可以帮助利掉身体里头的湿气，大概它的组成就是扁豆大约用个50公克，那么薏仁也用50公克，米也用50公克，也就是差不多啊，这样子加起来是150公克，再加几颗这个红枣一起去煮，再加一点点适量的盐巴，那么这样调个味就行了。扁豆呢这一种食材，它是可以利湿的。那其实讲起来，假如生用的话，它有消暑的作用，所以小孩子吃也很好。扁豆、薏仁煮成粥，那么小孩子呢，在夏天的时候不是很容易流汗呐，甚至于流了汗以后长痱子啊，那这个利湿以后呢，这个皮肤的这种病也会减少很多呢。再跟大家叮嘱一下，这个煮这个扁豆薏仁粥的时候啊，不要煮得太浓。例如这一个是我们这里小编们帮我煮的啊，当然不是说我煮得不好啊，是说煮得太浓了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消暑啊、利湿的作用就要差了一点儿。所以呢，这个以后在煮的时候啊，请你把它给煮得稀一点。再来的中医还有一种讲法，他说啊，心生血，脾通血，肝藏血。脾呢是统筹着、统摄这个血的，所以叫脾统血。统血什么意思呢？例如说，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女性在这个生理周期，也就月经期的时候呢，月经有的时候这个量非常的大，大量的出血。那假如是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认为就是脾不统血，脾不能统血了。因此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给它好好的补脾，然后呢把血收住，这自然就好了。那么中医认为的血液大量的流出，有一种特殊的说法，他就认为是血热。既然是血热的话，那你该怎么办？血热就是凉血，血小板过少的时候会流鼻血，或者是在皮肤上面看到有黑青的斑点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都称之为血热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现代的医学就讲是血小板过少了。你知道吗？中医有办法可以解决例如那些凉血的药物，包括了莲藕莲藕尤其是莲藕节，就是莲藕跟莲藕中间这个地方，我们称之为藕节，都有止血的作用。除了这以外呢，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止血的，就是炭。就是有很多的药物把它给烧成炭都可以，例如什么荆芥可以烧成荆芥炭，还有地榆呢可以烧成地榆炭，等等这些炭，凉血的药物把它烧成炭了也能够止血。还有一个东西更妙，这就是所谓的猪皮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在江浙馆子里头可以吃到一种叫做小肉，小肉呢就是猪皮，把它给煮成了猪皮冻子出来，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放到冰箱里头，或者是天气冷它就结成冻。这个猪皮冻或者是小肉呢，它其实就可以治疗血小板过少。古人呢有一个方子叫做猪肤汤，它就是把这个猪皮把它加上粉，这个粉大概就是米粉然后呢一起煮成了猪皮冻。那么这个呢就拿来治疗身上的黑青的斑，所以呢猪皮冻倒是蛮好的植物处方。血热呢从上面流出来，例如从眼睛流出来，从鼻子流出来，那么这些都称之为血热妄行。血热妄行会到哪里出来呢？耳朵出来的叫耳衄，眼睛出来的叫目衄，鼻子出来的叫做鼻衄，假如说是从这个牙齿出来的叫齿衄。那这些都是衄衄怎么写呢？就是一个血字在一个小丑的丑，这个字儿就是叫衄。这衄的意思就是
血液从那个器官里头出来的意思。假如说这个血液呢是从身体的下边出来，例如从膀胱啊、从子宫啦、从肛门啊等等这些地方出来，那这也称之为血热。这个时候就称之为血热错行，就是血热从上面出来叫做血热妄行，从下面出来叫血热错行。那么这些都是在中医来看，全部都是脾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把脾统血这个脾给治好就行了。所以要补脾胃。除了这以外呢，还有就认为脾啊可以破坏血球，例如白血球、红血球、血小板等等。各种血球呢，他们到老了没有用了，该退伍了的时候，该退休了的时候呢，就到脾这个地方来把它给破坏掉。所以呢，有的人认为血小板过少啊，就可以把这个脾给割掉，因为脾会破坏血小板，所以把脾割掉了，的确血小板好像是增多了，可是呢，过了几年以后，那个血小板仍然是会变少的，主要是你的身体已经没有那个能力造这些血球了。我们现在的医生以为脾是不怎么样重要的一个器官，但实际上以中医来说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脾胃健康，人体就少生病，而且容易长寿，皮肤、肌肉都紧实，而且有光泽，肤色也均匀，湿气排出去了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显得瘦了，而且呢，最重要的是身体变健康了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如果喜欢，请记得按订阅，并且加上小铃铛哦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广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